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史上最凶的美日联合声明，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比去年还凶。原因是什么？当然就是剑指中国。川普直接说很明白了，我不在乎要花多少国防预算，就是要打造最强的美军，军事上要远胜中国，更要超越世界上任何国家。讲这句的背后，其实他早就部署完毕了，在印太区域，他不管是军演，不管是航母群，不管是战术上面的闪电战，都已经完成。现在最新一篇是，他现在要增兵了。他在原本的拜登的情况之下，他持续的加码，现在有超过500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跟水兵已经部署在中国附近的水域的3艘军舰上，而且直接用了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ready now”。你现在要直接跟我开战的话，我随时跟你开战。他完全没有在开玩笑。而在这个背后，他更要打造的是世界最强大的 AI 军工的复合体。这个军工复合体唯一敌人只有一个，叫做中国。好，先来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退休刑警高仁和，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聪哥，我今天看到了这个美日联合声明，我想说我读了一下。比去年凶很多呢。对，他的底气在哪里？第一个，他完全不怕中国。你要中国来，你直接来，我来跟你开干。为什么？因为他已经部署好在第一岛链上面所有东西，包括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员跟水兵5000人，而且直接用 ready now， 我就直接跟你来开战。而在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就是最强的 AI 军火商入主了美军，他要打造世界最强的 AI 军工复合体。没错，上这个石破茂去访问美国，那这个发表了所谓美日的这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来说啊，当然是剑指中国，尤其美国呢给了日本一个非常强大的承诺，他就说要用任何代价，甚至核武的方式来保护这个日本。所以呢，他当然剑指中国，连核武都出来，这个当然是相当的凶啊。那目标当然只有一个，就是北京。好，那你想到，那川普到底说真的说假的？事实上他说，不在乎要花多少国防经费，就是要打造最强的美军，军事上面要远胜中国，更要超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所以他等于是要打造最强的美军。那当然目标就是打压中国，甚至跟中国开战。好，那你想到，那他有什么动作？有，他现在为止来说啊，他不是只有跟石破茂在签这个嘴巴说，他现在真的把这个美军他是完完全全付出行动。对，他把美军派到这个前线去了。好，这是 Newsweek 的这个报道，你看嘛，这个 US boast 500 strong force， 你看 strong force 强大的武力 on China's doorstep， 就在中国的家门口。那 ready now 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对，那他派了什么呢？他派了500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队员，还有这个叫做这个31的远征军，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美国包括说 F-35的这个坐在上面的美利坚的这个准航母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事实上还有这个前沿的这个所谓的补充舰等等，等于是他就把他派到中国的家门口，在冲绳这个地方。冲绳当然是在中国的这个家门口，在第一岛链，所以等于是剑指中国，非常非常明确。实际上，中国最害怕的是什么？中国最害怕当然就是 F-35B。那 F-35B 来说的话，这一次呢，美国就直接把这个 F-35B 派遣到前线来，特别在冲绳这个地方。我们就讲，他这一次呢来到冲绳了，我们还有5000名，对不对？5000名的这个士兵里面来说，里面有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31远征部队。那作战的方式不外乎是跳伞啊。然后，而且它可以指挥什么？它等于登陆之后，它就可以指挥，包括说像这个火炮，还可以指挥船舰，还可以指挥空中的系统。他都直接讲非常白了，陆战队是第31远征队，是一个高度机动。你刚刚讲全部都有，还包括了2栖战舰组成 ARG 共同部署，甚至2栖登陆、人道救援、人员撤离、特种作战支援。没错，另外一个这一次呢，他们派了一个美利坚号的这个小航母，这个准航母来说，这个其实是从两栖攻击舰弄过来的，但它主要重点是什么？它主要重点是它可以起降约莫是5到20架的 F-35B。那 F-35B 是什么 ？F-35B 就是可以垂直起降。因为我们 F-35一共分3个类型，它这个类型就是你看飞到这个地方来，垂直我就降落在这个美利坚号上面。那美利坚号上面来说，如果真的要作战的时候，我就直接从冲绳或者在美利坚号上面就直接飞出去了。那他们这一次，他不是玩假了。我们知道美军这一次，除了我派这个军队来这个地方之外，他还在那边演练。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美利坚号上面来说，白天我演练它垂直起降，夜间我也演练它垂直起降，所以他日夜都练。对，好。
这样我就觉得川普呢，他事实上他一直都没有说，我要这个来这个协防台湾，但是其实他做的动作做了比这个过去都还要更多。为什么这样讲？不断的加码、加码再加码。对，没错。好，除了这个，他派了5000名的这个第31部这个远征军，还有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准航母来到冲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他最近一直不断的在军演的，军演的目标针对谁？大家看的都非常清楚。怎么军演？好，第一个，他2月4号的时候，美国还有菲律宾他们的空军在南海这个地方进行所谓的联合军演，联合的这个军演还要演练哈。那里面来说，这里面有什么？黄岩岛就是在中国控制，而且目前菲律宾也宣称是他的。我在这上面演练，他在上面飞来飞去。那你觉得我是针对谁？当然是针对中国而来。好，另外一个，他2月5号的时候还要演练一个事情，就是说这里面来说是日本，美国、日本、菲律宾还有澳洲等的4个国家进行一个叫他们第6次的这个军事合作活动，然后要展现所谓的印太的这个开放印太的这个承诺。然后美军出动所谓的伯克级的这个班福特号，还有 P8A 的这个巡逻机，然后日本派出护卫舰秋叶号，他们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演练。演练来说的话，当然，你又是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海域里面，你演练给谁？当然就是剑指中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在演练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必须说，最近大家应该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消息，就是说，不论他们在演练的过程里面，最近刚好有一举坠机。坠机是什么呢？这是美国报道的，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军机呢坠毁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那这个菲律宾呢来这个地方，它是隶属什么？比奇空中国王350的飞机在这边坠毁的一个状况。那坠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坠毁呢有4个人不幸的这个上升。那不幸的上升里面来说，他们就说。美国后来呢，他们有发出破文就是这个破文，这破文就说了，他是美国的这个一名的这个情报还有电击战的这个专家，隶属于加州的部队。等一下，加州，我听到加州2个字。加州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调过来？对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事实上在做什么呢？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空中国王的350的飞机要做什么？他们在空中呢，看你们在演练的时候呢，就是下面你可能美国跟菲律宾在演练，然后美国跟菲律宾跟日本在澳洲在演练的时候，我在上空进行一个监视，然后收集情报，还有侦查的动作。它是一个秘密行动。对，所以你看，因为坠毁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在演练的过程里面，上面还有另外一台飞机在这边地方。真的，对，现在完全川普玩真的。对，所以你知道他们是玩真的，当然是玩真嘛，所以才有这个事情。好，那除了这一次的这个因为飞机坠毁，看到说，其实美国是完全的在准备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军演之外，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法国还有一个所谓太平洋这个斯勒特的这个所谓演习，比较特别是什么？除了这个，因为法国来这边军演的话，法国当然派出最厉害的这个戴高乐的这个航母的这个打击群。那除了这个戴高乐的航母打击群之外，美国派出卡尔文森号的这个航母打击群。那日本呢？日本派出了加贺号，加贺号是他们准航母，也就是它也可以垂直起降 F-35，刚改装完成了。他们要做什么呢？赵伟，你知道吗？他们3个都准航母。对，那我要做什么演练？第一个，我们要随时呢，这个互相演练，就合作之外，还要演练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日本的飞机可以停在戴高乐的飞机上面，戴高乐飞机可以停到这个美国的飞机这个航母上面，美国飞机可以停在这个加贺号上面，所以他们做一个联合的这个起降的演练，就是未来。假设真的开战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彼此互相合作，我们还可以彼此互相支援。你的飞机可以停到我的航母，那我的航母也可以让你停飞机。所以像你刚刚讲的 F-35B 垂直起降，就是也在练习这3架。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3个国家，那你想说，连法国都要来。法国因为法国在这个南太有非常多岛国，他也觉得，我受到这个中国的威胁，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全世界各国都在这边演练。好，那演练这么多来说的话，这是现在 win now。可是这个川普要的是什么？我要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美军。好，那更强大的美军来说，要寄望什么？寄望 AI。那为什么寄望 AI？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呢，你看美国包括说，你看美国有一个 Palantir 这公司，它真是做这个 AI 军事，它最近涨很多，对，做 AI 军事妖股，对，它目前为止的市值已经来到2430亿美金，已经超越过去美国的所有的国防工业。好，那另外是 Google 过去都说，我们不会做什么杀人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它似乎已经打开捆龙锁开了，它也要开始做这个杀人的武器。那另外包括说，你看这个，包括说之前我们看到曼哈顿计划、AI 曼哈顿计划，还有星际之门等等，那都要做什么？都要做 AI。所以 AI 来说，它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台积电嘛。我们知道台积电不是在2月11号要到美国
去宣布要扩大投资，还有包括说美国在这边开董事会，目的是什么？目的上就要加入美国的 AI。好，那加入美国的 AI 来说，我们就讲里面未来可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一家 Palantir 公司。Palantir 公司来说，它是什么？它其实是一家这个负责所谓 AI 相关资讯的这个收集，然后它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资讯用在战场上面。对，它过去一段时间最知名是什么？最知名，它就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不是说吗？美国要击杀这个盖达组织，对宾拉登的时候呢，那就是由 Palantir 定位出说，他人可能在什么地方？譬如说，他透过说，宾拉登他的这个过去的饮食习惯、他的作息，还有他这个保镖的方式，他大概标定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然后经过周边的这个密集的这个判断之后，后来他下令，他给这个 Palantir 公司给了美国，所以那个是 Palantir 的第一站。对，美国就给他美国说，我认为他在什么可疑的目标里面，然后美军去调查之后，才锁定了这个在巴基斯坦这个据点，然后去击杀宾拉登。所以他其实是从2011年就开始在这样做，所以完完全全看起来，这3件原本是不相干的事。Palantir、台积电要去美国开董事会，甚至 Google 的捆龙索完完全开了。没有这3件事情，我们包起来看，都是为了 AI 的最强军火。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美国未来的发展就是 AI 的这个军火。那除了 AI 军火呢，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Palantir 还推出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泰坦系统。那泰坦车里面来说，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资讯来源会来进到这里面来说，它有各式各样的资讯。所以战场上所有资讯都会到这台车，就是说包括说空中的资讯、地面上的资讯，然后汇集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包括敌方的资讯，还有我方的资讯。然后我就知道说，在这个地方，我假设要作战的前沿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可以这个动用。譬如说，有火炮可以动用，有空中武力可以动用，有海军可以动用，我随时都可以动用。然后我可以有一套完整的攻击系统跟攻击的指令下达给在战场上的所有的人，从陆到空到地，我全部都可以这样下达，然后就进行一个所谓战场指挥的这个状况。那这很多都要无人化嘛，包括未来我可能用无人机，或者包括说未来我可能用各式样的 AI， 所以就是用一个这么简单的卡车，那梯子人上去之后，它就成为战场中心的大脑。所以你刚刚讲的陆海空，甚至无人机，都是这个地方远端操控。对，那你想，事实上在上面的人可能是一个类似是这个一个操作员而已，他并不是什么这个 AI 的这个专家，也不是什么整个国防的这个专家。你只要有这台车，任何人在上面都可以变成是指挥官。所以这就是美国未来的 AI 战场的这个想定。我们刚刚看到是泰坦的卡车，没有想到它竟然在战场上面，它就跟大脑一样，它可以远端操作陆海空，甚至无人机就在这台卡车上面都能够完成的执行。国文哥，现在难怪川普会说我要拉帮结派，打造世界上最强 AI 军工复合体，甚至说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他现在所有的作为，包括我要人，包括我要钱，包括我要兄弟，都集结在美国了。所以美国的盟友都全部要来力挺他。像日本，你看日本上礼拜川普先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对中国课关税，可是这礼拜真正的重头戏就出来了，他要拉帮结派，就是你说的要有人、要有技术，还有钱一起来协助他。石破茂站出来了，所以石破茂出来，除了买美国的天然气跟石油之外，更重要重点，你看他说宣布投资1兆美金要投资美国，可是重点你看哦，是软银的孙正义跑出来说我要用250亿美金入股 OpenAI， 接着他还宣布说我每年还要投资1000亿美金在 AI 上面，他在加码协助美国的 AI 发展。这代表什么？让川普满意的是，日本首相石破茂亲自跑到美国去，还告诉他日本要全面力挺美国的 AI 军工复合体，全力挺美国的 AI。这就是川普要的，2个礼拜以来让大家看到，先是对付中国，接着要盟友一个一个表态什么？你要全力挺我，包括你说的人、资源、技术。所以我们的台积电37年来第一次要跑到美国去开董事会，一家台湾公司竟然跑到美国去开董事会，是第一次第一次在美国开董事会，从来没有过啊！就是因为我们也要宣布跟进在日本之后，因为日本是老大嘛，是他的盟国老大，接下来我们是小弟，我们要去美国，告诉他我们要挺他，挺的是什么？帕伦泰尔这个公司，因为它代表的是美国未来是会打造出一个 AI 军工复合体，这家公司未来，泰伦泰尔就是刚刚做泰坦卡车那个公司，对，所以它未来会变什么 ？AI 的洛克希德马丁 ，AI 的波音公司，所以未来新的战争或未来新的国防科技，红的已经不是洛克希德或波音这样的公司的，是 AI 的
AI 的军工复合体 AI 的洛克希德马丁会诞生。那为什么我说这家公司会诞生呢？你看了过去1年来涨了1000多%，比辉达涨了还要凶，而且它整个幕后的股东其实代表美国的矽谷帮。矽谷帮其实在川普2.0扮演重要角色，上从白宫的副总统到白宫的科技办公室主任，到卫生部的副部长，到他的首席科技长桑卡尔、史蒂芬森，通通都是矽谷帮，都是矽谷帮。甚至川普还考虑让桑卡尔进入五角大厦国防部担任重要职位。重点是他们写了一个很关键的报告，他们是美国曼哈顿计划里面的重要起草人。这个 AI 曼哈顿计划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主宰 AI， 不然就是中国主宰我们。曼哈顿计划可是当时原子弹，现在有2.0了，所以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美国没有主宰 AI 的话，就是中国主宰我们。AI 能够救人，也必要时候也能杀人。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帕伦泰尔的公司就是要执行这个计划，所以 AI 曼哈顿计划很清楚的就是也要研究出通用型 AI， 成为未来21世纪的核弹。接下来所有的新兴科技武器不可以提供给中国，包括连贸易这个我们最近很夯的$800以上关税。要把它取消掉，不是都在发生了吗？其实都写在这个报告里面，减少对中国依赖，课10%的关税，优先在国内生产。所以这一份报告完完全全都在打中国。所以矽谷帮写了一个 AI 曼哈顿计划，其实所有的打中国都写在里面。台湾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要保护台湾？重要的晶片 AI 要晶片，要技术，所以台湾为什么会在这个 AI 曼哈顿计划里面扮演一个角色？是因为台湾生产重要的晶片。为什么 AI 军工复合体会落成美国重要的政策里面？为什么会往这边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矽谷帮在川普2.0走入了白宫的核心，打造出一个提尔宇宙。提尔宇宙是什么？几乎所有的美国重要的人，包括这一次的川普的内阁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PayPal的创办人叫提尔。他是美国的一个自由主义的，就是主张要解除所有管制，要让所有的科技能够自由发展的人。那你看里面有很多包括范斯现任的副总统，欧尼尔是卫生部的副部长，马斯特斯是烟酒枪炮爆裂物管理局长，还有克拉西奥斯白宫科技政策帮，都是矽谷帮，都是提尔人。对，刚才提尔的团队还有什么史蒂芬森要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桑卡尔我说了要进入五角大厦，还有跟他理念相近的，还有副国务卿，还有川普的大金主，重点是9000岁马斯克也在里面。重点这2个人证婚人，他们的婚姻证婚人还有奥特曼 OpenAI， 所以整个提尔宇宙其实变成是主导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刚才讲的泰坦系统，那他很清楚一件事情看得出来，我们用战争无人机的商机哦，我讲的是无人机是战争用的哦。对，22年190亿美金到28年305亿美金，为什么叫做 AI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帕伦泰尔这家公司以后，就是用这个系统去驱动这么多无人机，而且这还是无人机战争用的无人机哦。如果以后机器人也加进来，每年是1兆的大生意啊！所以以后的战争会是什么形态 ？AI 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他们要讲说 AI 能够救人，必要时候也要杀人？这些系统，帕伦泰尔公司就是在帕伦泰尔提尔公司就是在想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台积电现在只能怎么样？川普说上礼拜说要课我们100%的关税，今天才跌了1.7%。对，照理来说要课100%，不是要跌停到死吗？为什么跌这么少？因为台积电刚好这么非常巧的，川普上礼拜说要课我们100%关税，台积电说这礼拜要到美国开股东会，这在美国时间的2月11、12号，台湾时间12、13号。要连开2天哦，史上头一回。这就非常有趣了，怎么时机这么巧？因为所有科技界人讲得很清楚，就是怎样，就要我们要学日本石破茂跟软银的孙正一样，主动的站出来。川普讲一下话，你要回应什么？我们来看亚利桑那这张图 ，P1、P2、P3， 2个厂已经开始盖了，接下来还要宣布 P3 这个厂，而且甚至还要更多 P3 的厂会开始进入2奈米以内，甚至在美国还要盖1.6奈米，甚至最新埃米级的，这是第一个。台积电要在美国盖更先进的工厂，所以现在台积电的不管是这个董事会时间，他是带一个礼物去给川普，我们要继续盖，继续投资。我们就像日本首相石破茂一样，去了之后就有软银孙正义说，我全力挺美国的 AI 发展，挺 AI 的军工复合体。所以我们的刘敬清国发会主委18号他就已经先跑去了，你11号才开，你8号就跑去干嘛？已经先去表态讲清楚说，
完全会支持，我们会很重视关注这些事情。所以台积电第一个会宣布更先进的工厂，第二个产业聚落会完成，我们封装测试也可能会去产业聚落会，包括封装测试下游了，那美国可以安心是先进的晶片在美国生产，技术不会外流。所以你的意思说，它完完全全是一条龙帮美国都打造好了？对，所以讲得清楚，矽谷帮讲得清楚，现在就是在跟中国打仗，只是打仗的领域在 AI 跟新科技。那台积电怎样？非得要去美国设厂不可，确保美国 AI 军工复合体能够领先全世界。川普真的是铁了心，一定要打造全世界最强的 AI 军事复合体。而现在呢，对于他来说，最大敌人是谁？当然就是中国。而对中国的方式非常的简单而粗暴，就是直接在他的家门口直接把最强的战机 F-35B， 我就在你家门口弄。你还能怎么样呢？把招更可怕的不是在你家门口弄，是在你家门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各位，我跟你讲哦，这是一个 game changer。以前我们在讲说第一岛链，一直讲说地狱景象，一直讲说美国呢要封锁第一岛链呢，制止中国呢，我们讲 A2AT。但现在跟你讲，这是玩真的。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 ，F-35B 呢，美国总共大概有370架左右。对。但他现在把很多的重兵呢，比如说好，我海上自卫队这边我已经部署一个机队，对不对？那与此同时呢，我在这个佐世保港这边又有我的美利坚，也是 USS 2栖突击舰 America 就放在这边。那同时呢，我的远征基地也在冲绳这边。这个你看到这个铁三角，我跟你讲，3个是串联在一起的。哦，理由很简单 ，F-35B 为什么它的伟大它所忌惮，在于它垂直起降的能力。对。但过去以前它的垂直起降能在哪里垂直起降？在航母，巨型的航母。但现在它已经突破这个障碍，突破这个限制，它可以在2栖突击舰上，也就是我们以前讲是鱼鹰号直升机，还可以在那边起降的2栖突击舰，根本不是航母哦，所以叫做闪电航母，也就是这种轻型航母上，我也可以起降。而且你说1架2架就算了，不是哦，原本规划 Maxima 最大上限值，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美利坚号2栖突击舰来讲好了，它原本上限只能摆20架，结果它现在连上限都突破。他说鱼鹰号我也可以放在上面去，那同时呢，我可以放22架 F-35B， 再放22架 F-35B。对，那时候你想想看哦，这可怕在什么程度？我随时在哪里起降，我随时在哪里攻击都没问题啦。不知道，完全神不知鬼不觉，神出鬼没。我今天跟你法国合作，我可不可以降在你的我们的驱逐舰上？搞不好也可以哦。那我日本的这个一定可以嘛？美国的轻型航母也可以嘛？我也可以回归到我们讲的航母的这种巨型的，比如说卡尔文森号也行。所以可怕在这里，但可怕在哪里呢？不是说 F-35B 本身具有的火力，对，照了 F-35B 它可以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它可以变成眼睛。也就是说，当我今天 F-35B 飞出去，对，我锁定到了一个敌方的舰艇、敌方的标的，但是呢，我所具有的火力可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轰炸。这时候我可以干嘛？我可以联系我后方的驱逐舰甚至我后方的舰队，要求那些舰队呢，神盾级的也好，进行攻击跟打击。也就是我用 F-35B 去看到你的舰艇，对，但是我用我的船舰当做我的手脚来嘎哩蹦哦，它变得是可以这样子哦，它可以是我们讲的 A 射 B 打。可怕在这边嘛，所以你想想看，它现在未来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为什么35C 如此之可怕？因为35C 呢，以前它有一个问题，因为 F-35系列都讲究所谓的逆中，也就是所谓的隐匿模式，包括它的涂漆跟它的表面呢都非常的讲究，所以呢它的挂弹量呢也变得非常少。因为我们讲地表最大破坏力是什么？我们以核弹以下就叫 Jaden 这种联合攻击弹药是我们讲火力最大的。为什么？第一个它1000磅。英镑甚至2000英镑，而且呢，它可以带有多种弹头，比如说我有钻地弹，对，比如说我有极速弹，对，比如说我有远程打击的这种轰炸弹，对不对？好，那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以前的 F-35C 只能带2个而已，对，它就只能带2枚啊。它带2枚没有作用啊，我2枚丢完之后我们就回去了。对啊，那没有用啊，对不对？而且它对空的武器也不多啊，比如说它对地里有 AN-120嘛，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对空只有响尾蛇，那响尾蛇可能也带2枚或4枚，根本就不够多。所以他们现在发明一种模式，这个叫做什么？野兽模式。野兽模式。对 ，Beast Mode 哦，我没有夸张。变成野兽了，火力整个 power 都来了。知道我跟你讲，我坦白讲，我觉得这更像什么？他说是 Beast 对，我觉得更像那个 Bazooka 狂战士模式，你知道吧？他不要跟你隐藏，杀红眼都来，对，他隐形放弃了。你知道他的道理是这样子。以前大家讲说 F-35是踹门者嘛，就我要偷偷摸摸跑到你们家，把你一些雷达啊、防空设施啊、那种军事单位毁掉之后呢，我再派我的轰炸机重型的哦，比如说 F-15过去轰炸。他就说不用。
就一台 F-35就搞定，我就直接轰了。不是，我先隐形过去，对不对？把你的这些关键设施炸完之后呢，我回过头来重新补给，开启我的野兽模式。这时候赵尔他可以带你知道多少弹药吗？22000磅，我吓死！22000磅，这个是几乎准轰炸机等级。天哪！它可以带6枚 Jaden， 但想想6枚 Jaden 是什么概念？我可以带集束弹，把你的士兵呢跟着我们讲坦克车呢炸得体无完肤。我也可以带钻地弹，你地下碉堡我照样可以轰炸。那2000磅的东西它可以带6枚，与此同时呢，响尾蛇飞弹对空的、对地的，它一样可以兼具，所以它完完全全变成轰炸机。所以美国未来想定策略变成是这样，也就是说呢，我踹门也是可以用 F-35机去踹，但是踹完之后呢，我不用再换别的机种了，我只要回过头来把我的隐身装置解除。改用所谓的我们讲的野兽模式来进行去轰炸，所以你看哦，赵尔，我们用这种很直观的图，你看就知道，这是原本哦隐身模式的一个载弹量，你看非常的少啊。比如说这个 AN 哦，我们讲10啊，有没有？只能带4枚啊。现在整个暴增对这么多，吓死人！这个等我们跳楼大拍卖都有。对，我们就变量贩店，从我们讲的便利商店变量贩店。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整个战术的不断的调整，甚至跟精进，而且未来甚至还有 AI 无人化的可能状况下，中国要怎么跟美国对抗？体会我们刚刚讲了。中国现在拿什么东西过来对抗？它整个战斗机就在你家门口这边绕来绕去，你能怎么办？也难怪史上最凶的美日联合声明就直接讲白，我根本无视你中国，要开战来啊 ，Ready now！ 对，美国把国之重器啊，套一句北京讲的话，国之重器都摆在你中国的家门口了。不管是所谓的航空母舰也好，还是作战战斗群也好，更重要的是什么？拉帮结派啊！你知道，连法国这个航空母舰克里蒙梭号都已经跑到这个亚太来，而且跟这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等这些国家来，在菲律宾的附近来进行演习。这些做法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哦，与大家在讲说，哎，川普会对盟邦怎么样，大家会分崩离析的。事实上不会，反倒是会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哦。那为什么讲说这一次的美日这个声明是非常这个积极的，而且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跟过往完全不一样。你看到一件事情哦，去年来讲那个版本上面所写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哎，台海的和平跟稳定，然后呢，你不能来这个搞台湾，这时候呢，这是一种消极的做法。哎，他写说2024年说我们敦促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但今年不一样哦。今年我们画红色的部分，两国领导人表示支援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机构。为什么叫写出这一段话呢？它其实一个积极的做法，是把台湾推进国际社会，推进这个国际组织当中。本来是叫你说你不要打台湾，但是现在不是，现在除了叫你不要打台湾之外，还叫你说把台湾拉进来，把台湾拉到国际社会来，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国会。共和党所主导的国会当中正在推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什么？叫承认台湾啊，要扬弃原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这又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哎，今天如果是一个中国政策来讲的话，会不会有被中国北京拿来说，哎，你弄台湾问题就是干涉我内政的问题？今天如果是什么扬弃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跟台湾如果是承认的话，而且一个建交甚至建交的话，会不会有美军驻台的问题？还有甚至于说这是国际事务，这不是内政问题，这个就说明是什么意思？美国它川普是一步一步来啊。我们讲说它灭共四部曲，灭共四部曲当中来讲的话，现在在走2步，什么2步？走2步了。对，就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现在不是在弄吗？处理掉了。印太地区对一个了，另外一个就是打这个关税战，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垮。现在已经在前面2个了，后面的2个来讲的话，正在进行当中了。也就4部曲当中呢，整个要把中国拖垮。那中国一拖垮的情况之下，美国就独霸，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了。川普看起来真的疯吗？其实也没那么疯。为的是什么？因为他每次想事情都会先想好，想好之后他才会来出手。非常简单，他就是一个商人模式。你从乌克兰就看得出来，你要我军援你没有关系，你要把你的稀土拿出来。我拿出来之后，现在川普果然说到做到，我该炸就炸。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他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你看，就慢慢看下去，你发现说他每一次讲话都是有争议的。好，川普讲说，好，我们要支援你，你要我们援助你的话，那我们美国得到什么？你乌克兰，你要不要把稀土拿出来？稀土可以说是谁？是乌克兰他们的一个底牌。一般来讲，稀土很多都是战略型的东西，它不会随便拿出来的。可是呢，泽伦斯基这时候已经怎么样甩态了？你要我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我就打开地图，他的地图是稀土的地图，对，稀土的地图，我告诉你，我哪边有钛矿，我哪边有铀矿，你们要我们都给你好啦。这个状况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善意的堆叠吗？这不是的。
泽伦斯基面对川普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反正你要我就给你，因为现在来说的话，是乌克兰不能没有美国的援助，也并不是美国不能够没有乌克兰他这一稀土。拿的这一张地图可让对川普很开心。刚刚我们才在讲，还要打造是 AI 的军工复合体，这完完全全都是他需要的、啊。没错，所以呢，他的疯疯癫癫一句话，泽伦斯基没有选择，就直接把这个稀土的地图给摊开出来了。那对川普来讲的话，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 negotiate， 我跟你来谈判，你如果对我好一点，我马上就给你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 Twitter， 就是以前X 以前 Twitter 上面讲的一个公布的一个影片。你看哦，苏27载出去之后呢，直接发动 JDAM， 然后呢，把这个俄罗斯的战事基地直接夷为平地。所以那个这代表那个稀土的地图一拿开一打开，川普就轰了，就轰了。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第一个，就 JDAM ER 的这一个系数来讲的话，它的当量是1000磅，1000磅的话，其实不是美军它该有的一个规则，该有的一个型号。这是什么意思？代表说呢，我美国可以为你特别定制，如果你有符合我的战略需求，我可以给你 special 的，给你特别的东西。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层重要的意义，你苏27是什么？是2式的一个战机，2式的战机搭上 JDAM 来讲的话，过去来讲他们的配合是咔的，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如果你对我好一点的话，我连这种战术还有这种 coding 我都可以为你解决，只要你交出我要的东西，我就让你炸个高兴。